如果有什么指标最能说明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，那 GDP 无疑是最合适的指标。真实 GDP 排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，是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内生产的所有的商品和服务的总量。GDP 越高，分到每个人头上的人均 GDP 越多，代表每个人能享受到的商品和服务越多，生活水平就越高。那对于阿根廷来说，这一年他们的生活水平到底怎么样了呢？我们来看看截止到目前阿根廷的 GDP 变化情况。从2023年第二季度开始，阿根廷的 GDP 就一直在下降，已经持续了5个季度。2023年第二季度 GDP 同比下滑了 5.3%， 第三季度同比下滑了 0.7%， 第四季度同比下滑了 1.2%。那米莱上任之后，2024年的第一季度同比下滑了 5.1%， 第二季度同比下滑了 1.7%。所以从现在的 GDP 数据来看，阿根廷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变差了，这个结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具体 GDP 变差的原因，不同的时间节点原因不同。2023年阿根廷 GDP 下滑，主要是因为阿根廷遇到了近60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，导致阿根廷的农业大幅下降。根据阿根廷国家干旱监测委员会的数据，阿根廷在2021到22年度生产了2200万吨小麦，但2023年的产量仅为这一水平的一半。从阿根廷农业数据的 GDP 来看，2023年与2022年农业 GDP 下降明显。同时，2024年第一、第二季度农业 GDP 已经大幅的恢复，而2024年的 GDP 下滑则主要是因为制造业第一季度同比下滑了 13.7%， 第二季度又下滑了 17.4%， 以及建筑业、批发零售等行业的大幅下滑。这些行业之所以下滑，则是因为米莱上任之后，为了控制住高通货膨胀以及削减政府的预算，采取的一系列财政紧缩措施，包括削减政府的开支、暂缓了公共项目、裁减了13个政府部门等等。这些政策从最终的结果来说算是向目标在靠近。比如最新的通货膨胀数据，从最高月增长 20% 下降到11月份的 2.4%， 但是从全年累计来看，通货膨胀依然超过了 100%。另外，阿根廷政府多年以来也首次实现了政府盈余，但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代价是 GDP 的持续下滑、失业率的上升以及阿根廷贫困人口的升高。也许就像医生给送进 ICU 的病人治病一样，米莱也需要更多的时间，让阿根廷的经济各项指标慢慢的恢复。